我不装死，怎么把你赶出陆家，名正言顺霸占你那100万嫁妆？既然遇上了，那我就好人做到底，送你最后一程。这里是我的卧房。夫人，出大事了，老爷他没了！老天有眼，竟让我回到了陆正田假死骗财的这一晚。他假死诬陷我毒杀亲父，骗我100万家财。沈若然，你这蠢妇！过了今晚，沈家的100万家财将全归我陆振廷享用。醒醒，快醒醒，我的夫君！痛，这泼妇疯了吗？老爷死于恶疾，基因传染，立刻将棺材抬去院内，然后去柴房将木柴全搬来，围着棺材架拢，再提10头火油过来。火油的味道，他要烧死我！夫君死于无名恶疾，为防疫病扩散，殃及无辜。今天我大义灭亲，将他就地火葬。来人，快来人拦住这疯女人啊！好险，差点被这蠢妇一把火烧了，还是我的柔儿机灵。等过了今晚拿走这蠢妇陪嫁，我就8抬大轿的将柔儿娶进家门。姐姐，你这是疯魔了吗？老爷尸骨未寒，你怎么能狠心一把火将他烧成灰烬，让他死了都不得安宁啊！曾经就是你这个好妹妹，亲手把滚烫的红炭塞进我的嘴里。还是你为了掩盖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老爷平素身强体壮，怎会突然暴毙？平日里老爷的饮食起居都是你一手照料，莫非……这事儿确实蹊跷，哪有大半夜刚烟起就放火烧人的？姐姐今天若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妹妹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绝不让你动老爷半根头发！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叫我姐姐？姐，沈夫人，你怎么连我也打？你究竟是中了什么邪，连情同姐妹的我都不放过了？主母做事，什么时候轮到一个贱婢在这里智慧？林柔儿，你是不是在这陆府穿了几天绫罗绸绢，就忘了自己是什么安家来路了？姐姐，你说什么？我没有。当年若不是我看你可怜，花10两银子赎了你的死期，你恐怕早被那恩客逼死。一个下九流的青楼女子，也配与我称姐妹？哼！你胡说！你放开我！曾经我掏心掏肺待你，你却暗地爬上我夫君的床，还用红炭生生烫烂我的嘴。这份姐妹情深，我今天就先受点利刃！救命！姐姐别打了！滚开！不行，你不能那么对老爷。陆府，我说了算。别
疯妇！来人啊！救命啊！住手！沈若兰！你疯了吗？父亲尸骨未寒，你竟然纵火烧棺，你究竟安的什么黑心？自从救我，滚开！别拿你的脏手碰我，我可不是你儿子，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当我娘？你生的贱种早在出生那天就死了。娘，我们走。你敢打我？直呼长辈名讳，不敬亲母，该打！你，少爷，你可算来了！夫人疯了，不仅要打死奴婢，还要火葬老爷！连自己的贴身丫鬟都打，沈若兰，你个疯妇！我看你是得癔症了吧？乳母为大不孝，这一巴掌，教你好好记住我是谁！你少拿母亲的架子压我！我根本就不是你亲。少爷，你现在是陆家唯一的主人，是陆府的主心骨，切莫冲动。聪儿，计划要紧，慎言。放开他，让他说，我倒要听听他想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让他说完。母亲教训的是，子聪一时冲动失了礼数，还望母亲大度，莫与孩儿计较。这就对了，知礼数方能成器。父亲已逝，丧葬之事自当由我这个嫡子做主，就不劳母亲费心了。来人，把棺材从火架上搬下来！都聋了吗？还认不清谁是这陆府的主子？速速搬下棺椁！今日谁敢违令，就地乱棍打死，全家逐出府门！母亲，孩儿敬您是长辈，才一再忍让。若您执意挡路，休怪我不念母子之情。来人，请夫人下去歇息。夫人，少爷毕竟是陆家唯一的男丁，您就让一让吧。不怕死的，就往前走一步试试。吓唬谁呢？借你10个胆子，你也不敢动我这陆家唯一的男丁。母亲，父亲心丧，您悲痛失态，我不同你计较。但灵堂重地，由不得您一个妇人胡闹。一群废物，连搬个棺材都要本少爷亲自动手！我的腿，我的腿要断了！你竟敢断了我的腿！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你自幼顽劣，我10几年呕心沥血，我为你在李太师门前足足跪了15日，他方愿意出山收你为关门弟子，桩桩件件换来，竟是你这一计要杀了我！够了！我现在这般是因为我陆子冲天生聪颖，与你何干？若不是你管这管那，折损了我的才气，我定能比现在强10倍不止！既是符不正，那便由我亲手折了他，省得你这孽障日后出去祸害人间。这一棍打你擅动灵柩，惊扰王父！沈若兰，你疯了吗？福儿可是陆家唯一的命根子，你怎么敢下此手？你竟敢！我可是你儿子，你还要靠我养老送终？儿子，我陆家只有孝子贤孙，没有你这种满嘴屠戮母亲的畜生。既然夫君已逝，我今天就带你复行家法，好好管教管教你。姐，都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拿下！谁再敢往前一步，与这逆子并罚！
你，毒妇，还不给我住手！毒妇，还不给我住手！老身在此，谁敢动我孙儿啊！祖母救我！祖母，母亲她发癔症了，她不仅打断了我的腿，还要烧父亲的棺材啊！好险！我要是晚到一步，怕是我儿就要被活活烧死了。沈若兰，你火烧亲夫，殴打亲子，究竟想干什么？母亲，子聪擅闯灵堂，不敬王父，更出言辱骂嫡母，不守规矩。我身为陆家主母，理应管教。管教？你嫁进陆家10几年，连聪儿都照顾不好，对我这老婆子更是从未尽心。你也配称主母，也配提管教二字？当年您重病垂危，大夫都让准备后事，是我日日割腕取血入药，硬是将您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就是您口中的从未尽心？还敢顶嘴？就是用了你这贱人的血，我才落下这头痛的病根。伺候婆母是你本分，你嫁进来10几年，除了聪儿再无所出，就是不孝。光凭这一条，老身就该狠狠教训你。我为何无所出？母亲心里难道不清楚？当年您头疼难忍，罚我在寒雨中跪了一整夜，您不许嬷嬷给我撑伞，还一脚将我踹进泥水里，让我去晦气。你胡说什么？那夜我只着单衣，冻到浑身僵木，寒气侵骨，彻底毁了身子，是您亲手断了我做母亲的指望。如今您竟拿这来定我的罪，住口！休要在这儿东拉西扯，妖言惑众，敢伤我孙儿，我今天就废了你！你这个逆女！曾经我处处隐忍，却被诬为毒杀亲夫的罪人，婆母更不问缘由将我打断筋骨，像破布一般丢出陆府。现在我半分委屈也不会再受。反了，你这毒妇敢还手！放开！母亲若要打，儿媳自然受着。但您别忘了，这里是夫君的灵堂，若您执意要在他灵前见血，就不怕惊扰他亡灵，令他魂魄难安吗？我竟被这毒妇气昏了头，朕听生死尚未确认，得先护他周全。我儿死因不明，来人，我要开棺验身。母亲您身子骨弱，夫君去的突然，死因未明，煞气又重，开棺实在不妥。哼，怎么，你是怕我看了棺材，发现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母亲说的哪里话？只是老爷死时身上起了红斑，大夫说怕是吉凶的疫病。您年事已高，万一被冲撞了……嘿，少在这里咒我！什么疫病？我看分明是你心虚动了手脚，想毁尸灭迹。来人，给我开棺，我要亲眼看看我儿。母亲，不能开啊！一起冲撞，您若有个好歹，我怎么对得起朕庭？还敢拦我！给我开！我的儿啊！祖母别急，爹没死，他是服了归西桑。归西散只会让人脉搏停滞，怎么会起这等恐怖的红斑？难道爹他真在外头染了要命的恶疾？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母亲，我早说过不能开棺呀！老爷突然暴毙，身上长满这种红斑，这是吉凶的疫病。现在开了棺，一气散开，这是要咱们全家的命啊！滚开，别碰我！
老夫人，您的手腕上。不，这不可能！是疫病，老夫人也被传染了！都给我站住！谁敢踏出灵堂半步，把疫病传到外头，立刻乱棍打死！老夫人，大少爷和柔儿离棺木最近，可能已经沾染了疫气。来人，把他们3个就地拿下，死死按住，绝不能让他们乱跑，冲撞了别人。放肆！你们敢碰我！曾经你们踩着我的血肉享尽荣华，现在我就要你们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最在乎的顶梁柱是怎么化为灰烬的。源头在棺木里，唯有立刻封棺焚烧，才能保全陆府上下。不，若兰，这嫔她没死，不能烧，你不能烧啊！毒妇，你敢放火烧死我爹，我杀了你！毒妇，你这毒妇竟敢烧我！等我药效退了，我定要剥了你的皮，将你千刀万剐！夫君，你这病太凶，不烧得干干净净，我怎么睡得安稳呢？你啊，就安心上路吧。爹啊，别烧了，放开我！夫君啊，爹啊，我的儿！沈若兰，沈若兰，你竟敢毒杀亲夫，按律当斩！来人，给我拿下！张统领消息倒是灵通，我夫君刚断气，你们就上门拿人，倒像是掐着点在门口候着。本统领接到密报，说陆府主母谋害亲夫，罪证确凿。沈若兰，跟我们走一趟！大人救命！救救我爹！我爹要被他烧成灰了！陆振廷可是答应过我，今日把这沈若兰抓了，给我1000两。人要是烧没了，老子找谁要去？快，给我把火熄了！大人，这是奴家在那毒妇枕下搜出的断肠散，他毒杀老爷，还要焚尸灭迹，还请大人做主啊！原来还藏了这部后手。曾经我在灵堂悲痛过度，直接任由张统领押了去，倒是未曾见到这出好戏。人证物证俱在，沈若兰，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带走！慢着，林柔儿，你确定这瓶中装的是断肠散？千真万确。虽然奴婢只是一个小丫鬟，但也分得清是非黑白。陆老爷与奴婢有恩，奴婢不能让他枉死啊！沈若兰，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本事狡辩？这主母好狠的心，居然毒杀亲夫！听说他还为了钱财害死了亲生父母，陆家真是倒霉，娶了这么个毒妇。断肠散乃是剧毒，服用后必会七窍流血。我夫君死后神色如常，唯有满身异斑。你拿一瓶药性根本对不上的毒药来栽赃，是把张统领当成傻子糊弄吗？若非你心怀鬼胎，日夜钻研，怎会对药理如此清楚？大人，您听听，他沈若兰分明是蓄谋已久。我常年寒疾缠身，与汤药为伍，多读了2本医书自保罢了。倒是你一个丫鬟，如何一眼认出这是断肠散的？你连症状都说不明白，却能一口叫出药名，莫不是这断肠散是你亲手买回来的？我没有，张统领，快动手啊！沈若兰，少在这里搬弄是非，证据真伪带回衙门，我自然有审问的法子。来人，给我锁了！张统领，你可要想清楚，我夫君因疫病而死，婆母又因此疫而晕，他腕间这的红斑，此乃疾病无疑。你此刻拿我，便是要将这一身疫病带入衙门，你是要让全城百姓为你陪葬吗？疫病！这诈尸了！
沈若兰，你竟敢害我！老子要剥了你的皮！老爷没死。爹，你怎么活了？总算把你逼出来了，那送你下地狱的好戏，现在就要开场了。沈若兰，苦主亲口指认，你还有何话说？不可能！全府上下先前皆查验过，夫君早已气绝身亡，这不是我家夫君，此物双目赤红，戾气冲天，分明是借尸还魂的邪祟！贱人，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老子活生生站在这儿，你还想抵赖？列位请看，我家夫君乃堂堂进士，宰相门生，平日最是温润儒雅，可这东西举止疯癫，语言粗鄙，分明是厉鬼夺舍了夫君的皮囊，这是要害命啊！哎呦，说的也是，陆老爷以前那是出了名的君子，这鬼吼鬼叫的架势，确实不像本人。我就是陆振廷，乱嚼舌根，我要掐死你个毒妇！统领大人救命！妖邪发狂要吃人了！张大人，你看清楚，我是陆振廷，我是陆家之主。这到底是不是陆振廷？大人，我倒有个法子验上一验。我问这怪物3个关于陆府的问题，若他答得上来其中一问，便是我夫君；若答不上，那便是邪祟。你随便问，我是这陆府的主子，陆家大小事我无所不知。我就等你这句话。好，那就请诸位见证，我夫君最重教子。我问你，子聪平日最爱读的是什么书？这有何难？我儿最爱读的当然是那4书之首的《论语》，他日后可是要中状元的。果真是邪祟。子聪生性贪玩，最厌恶那些知乎则隐，最爱读的是那街头的画本。他的书房隔间可满是那些画本。夫君生前最疼子聪，每日回府必先考教学业，怎会不知儿子这些琐事？这东西不仅占人肉身，还谎话连篇！贱人，故意拿这些不入流的小事诈我！再来！好，我再问。我夫君素来孝顺，每日晨起必先去给婆母请安。你可还记得婆母的生辰是哪一日？是3月3。孽障，满口胡言！我婆母的生辰分明是冬至，连生母的寿诞都能记错。我夫君可不像你这般狼心狗肺，禽兽不如。接下来，最后一问，你我大婚之夜，红烛泣泪，你握着我的手，曾许下过什么诺言？我，大人明鉴，这妖孽不仅占我夫君肉身，如今更想坏他一世清誉。一个连自己妻儿、老母都能忘得一干二净的东西，绝不是我夫君陆振廷。此等祸害，必须除之！还真是个邪祟！统领大人，万万不可坏了我夫君的肉身，还请承销道婆入府做法，镇压此孽障，莫要让他毁了我夫君最后的体面。道婆，若能镇住此邪，救我夫君肉身，陆家必有100两黄金重谢。都说这道婆最爱财，前世他们请道婆到大牢中做法，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今生这待遇该换你尝尝。妖孽，还不现形！夫人，此乃千年厉鬼夺舍，邪气已钻印骨髓。若要驱邪，寻常法子已然无用，必须用柳条枝抽打，方能将其镇压。邪祟入骨，柳枝镇灵。夫人，这柳条枝需由血脉至亲亲手抽打，
方能引魂归位。哪位是老爷的亲子？这柳条枝被道婆日日用盐水淬着，柔中带刚，打人如鞭，抽一下便是皮开肉绽，伤口撒盐之痛。陆正廷，你可有的受！子聪，过来，你是陆府唯一的嫡子。我不行，这会把我爹打死的。杀人？子聪，你爹已经死了，这只是个邪祟。你这一鞭下去是在救他，他九泉之下得知会理解你的。大少爷，快救救老爷吧！再不动手，邪祟就要吃人了。动手吧，聪儿，你也不想放走邪祟，害得你爹死不瞑目，背上不孝不义的罪名吧？陆少爷，快动手吧！邪祟把陆老爷的魂灵压制在体内，镇压了邪祟，陆老爷的魂灵才能回归。陆子聪，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是你亲爹！聪儿，王老爷平日里对你百般好，你竟不愿让他入土为安，如此不孝不义，不配为陆家嫡子。今日我便当着众人的面将你逐出陆家。我打！只要能让爹安然入土，我做什么都愿意。少爷不要，老爷之后不会放过你的。爹，一忍，这一鞭下去，道婆宣布邪祟已除，魂灵归位，你就名正言顺的回来指认沈若兰，那个毒妇的把戏就不攻自破。爹，孩儿这就救你，邪祟退散。老夫人醒了，老夫人醒了。郑婷，我的儿啊，你怎么了？诸位都看见了，我亲手驱邪，邪祟已除，我爹回来了。陆少爷，一鞭只是暂时压制了邪祟，若不再补上几鞭，怕是邪祟会反扑，变得更加凶恶。不是，一鞭就行了吗？你这个蠢货！沈若兰，你这毒妇，竟然指使亲子残害生父，简直丧心病狂！婆母，夫君已被邪祟夺舍，三问皆不知，唯有此法能保住老爷的肉身。你，道婆，这第二鞭该谁打了？按规矩，第二鞭当由生母来，母子情深，可换回魂灵。婆母，该您了。什么？让老身来？不行！放开我！你这个毒妇！你竟想让老身伤害亲子，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老夫人，贫道行走江湖30年，见过无数邪祟附身之事。您若不动手，等这邪祟站稳了肉身，第一个害的就是您。你胡说！郑婷她明明活着。哦，活着？老爷去世可是请了仵作来验明，怎么可能还活着？莫非他乃有意假死？夫君为什么要假死呢？这事儿可得要让官府的人好好查查。这可不能让官府知道，图谋私产可是死罪。我儿确实去世没错，可我也不能做伤害他的事。婆母，你放心吧，夫君泉下有知，感激你还来不及。你干什么？放开老身！婆母，这一鞭下去，邪祟就被镇压了，就让郑婷干干净净的走吧。造孽呀！老身亲手害了自己的儿子。这第3鞭需由结发妻子亲手抽打，方能彻底断绝邪气，让真正的陆老爷安息。夫人，请吧。沈若兰，你敢！你若真敢打下这一鞭，那就是谋杀亲夫，是要遭天谴、受凌迟的。你这邪祟，死到临头还敢冒充我夫君！今日我便替天行道，还我夫君一个清白。夫君，你一路走好。沈若兰，
一个毒妇！好，陆夫人大意。邪祟已服，魂归来兮！道婆，邪祟是否已经离开了？我夫君可入土为安了吗？夫人，邪气已震，但老爷魂灵太弱，若无至亲血脉的心头血引魂，怕是等不到天亮就要气绝。子聪，救你爹命的时候到了。你这毒妇，你打了我儿还不够，现在又要挖我孙子，你是要让我们陆家灭门绝种啊！婆母，子聪是我的亲子，我比谁都舍不得他，恨不得能亲自替他。可是现在只有子聪的心头血能引魂啊！呸！你少在这装神弄鬼！你生不出孩子，就想毁了老身的乖孙。聪儿是陆家的命脉，谁敢动他，老身就跟谁拼命。对，聪儿还小，放了心头血，他会死的。婆母，我理解你心疼聪儿，但是人死为大，我相信聪儿这么孝顺，只要能让夫君入土为安，他什么都愿意做。聪儿，你说呢？聪儿，你莫非要做那不孝不义之徒？是啊，救亲生父亲，莫说心头血，就是命也要给啊！陆夫人真是太难了，一心救夫，还要被婆婆骂。来人，按住少爷！放开！你们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我可是嫡长子，是你们未来的主子！沈若兰，你住手！你凭什么动子聪？放肆！子聪是我名下的嫡子，我是他名正言顺的母亲，我要他尽孝。你一个丫鬟，凭什么资格插嘴？就凭子聪是我林柔儿的亲生骨肉。聪儿是我林柔儿和陆振廷亲生的骨肉，他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什么？全江城都知道他是陆府的嫡长子，你竟敢说他不是我儿子？当年你难产失子，老爷怕你伤心，这才把刚出生的聪儿抱到你房里。沈若兰，子聪是我和老爷亲生的骨肉啊！天哪，这陆老爷也太阴险了！好一个陆家，骗了我10年，拿我的嫁妆养着这个丫鬟生的种，是又怎么样？沈若兰，你这个生不出蛋的母鸡，若不是镇城心善给你留个脸面，你早被休了。快放开聪儿！放开！婆母，您怕是忘了我朝律法。既然子聪是外室所生，那他就是个卑贱的庶子。我身为陆家主母，处置一个庶子救夫君，谁敢说半个不字？你敢！你这贱妇，你敢动老身的孙子一下试试？夫人，邪祟已动，再不取血就晚了。好，来人，给我按住这个逆子！你们放开我！娘，救我！住手！沈若兰，你这疯子！子兄的血根本救不了他陆振廷，他根本就不是陆振廷的种！你胡说什么？聪儿明明是我陆家之后，这眉眼多像振廷！陆老夫人，你还天天做梦你家有后呢？我告诉你，陆振廷他根本生不了，是我在外头找了个赌徒奸了种才生出的聪儿。陆振廷，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你自己是什么货色，你自己不清楚吗？你闭嘴！沈若兰，你放开聪儿，快！他身上没流陆家半滴血，你扎死他也没用。我的老天爷，这陆老爷居然不能人道！不仅不能人道，还帮别人养孩子，这陆家真是丢人丢到祖宗8代了。夫君，你听到了吗？你受了火烧之苦，鞭打之痛，可到头来，你费尽心机想留下的根，竟然是别人的。陆振廷，你机关算尽，到头来真的是断子
绝孙。邪祟已除，魂灵归位。老天无眼，我的陆家要绝后了。接下来的属于陆家家事，就不劳诸位费心了，请回吧。夫人，府中上下共47人，悉数到齐。都起来吧，把账册打开，一笔一笔念，让街坊四邻都听个明白。是。陆府现有登记良田1200亩，铺面6间，库房现银723钱。沈夫人嫁妆部分，沈家陪嫁良田3000亩，铺面15间，存银20万两，2间绸缎庄，1间茶庄。沈家进陆府的一切器物共计48箱。沈若兰，你疯了！当着外人的面扒陆家的皮，你在算什么烂账？算你陆家这10年来怎么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说什么？进了我陆家的门，你的钱就是陆家的钱。沈腾受了那么重的伤，你不仅不伺候，还要搬家底，让我陆家断子绝孙这笔债你必须还。1万两白银不交出来，你今天休想走出这大门。你要赔偿？看看这些，这是陆振廷这些年在地下钱庄欠下的8000两赌债。这是他挪用沈家铺子流水，给外室买宅子的地契账单。不，这不可能！陆振廷伪造死讯，欺骗官府，又涉嫌侵吞妻产。婆母，你若再敢拦我，我立刻把这些证物送去府衙，让陆振廷把牢底坐穿。凡是沈家的香捞，全部抬走，一根柴火也不许留给他。把议决书签了。你这个毒妇，你敢跟我一决？从今往后，你陆家的生死祸福，与我沈若兰再无干系。沈若兰，我定会让你付出代价。夫人，车马已备妥。走吧。相府重地，闲人止步。2位大哥，小人是相爷门生陆振廷，身负冤情，求见恩师。呸！哪来的恶心疯子，长成这副鬼样子，还敢冒充相爷门生？滚！别弄脏了这地儿！我有信物，你们凭什么？李大人，慢走啊！一个马夫靠着名字占尽了便宜，能被相府的人尊称为李大人，还穿着这般华贵的绸缎，莫非他就是相爷最信任的左膀右臂，那位传说中的李琦李大人？李大人，李大人，救命啊！爹，娘，女儿糊涂，错看了陆振廷那个畜生。如今女儿已经拿回了家财，不仅休了那畜生，还让他生不如死。女儿回青州，打算还个酒楼，定会重振咱们沈家的归云罪。请问老板在吗？听说这间酒楼要盘出去。大小姐，您回来了。李叔，这酒楼是您的。自打老爷夫人出事后，沈家散了，老奴就用积蓄盘了这店。可老奴只会做饭，不懂经营，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李叔，这酒楼我盘了，
以后这儿改名叫归云楼，您来做掌厨，咱们一起把沈家的招牌立起来。好，老奴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要替大小姐撑起归云楼。大小姐，老奴有件憋在心里10年的事，得告诉您。李叔，请讲。当年赶车的马夫老刘头，在老爷夫人出事后，不仅全虚全伪的活了下来，还突然暴富，连夜搬出了青州。老奴曾见过他在酒馆喝醉，说什么夫人老爷莫怪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当年爹娘出事难道并非意外？李叔，此事切勿声张，我会花重金去找人，定要把这个老刘头翻出来。哪来的野人挡我的路？小人陆振廷乃是宰相门生，小人被青州毒妇沈若兰害得家破人亡，面目全毁，求李大人替小人做主，替相爷清理门户。这人怕是个傻子，正好相爷这几日不在府中，我何不逗逗他，弄点银子花花。你的名号本官确实听相爷提起过，起来说话。大人英明，那沈若兰不仅谋夺家产，还想暗杀小人，求大人随我去青州，当众揭穿那毒妇的真面目。本官倒是想帮你，只是这去青州山高路远的，盘缠和打点官府的花销，这是小人的一点心意。事成之后，陆家那一半家产全是您的。好，本官这就陪你走一趟青州。沈若兰，由李大人出面，你的死期到了。相爷，这种闹事人多眼杂，您若想体察民情，属下代劳即可，何必亲自犯险？久居庙堂之高，听不见百姓的真话。本相今日只想寻一口地道的青州老酒。大家慢点吃，不够还有。这归云楼的沈老板真是活菩萨，刚开业不久，天天都在门口右侧支摊子，舍饭给这些可怜人。可不是，不仅人美心善，酿的那归云醉更是一绝，把街对面万福楼的客人都抢光了。归云楼，走，进去讨杯酒喝。这味道，辛辣后的一点回味甘甜，竟然和当年恩人递给我的酒囊里的味道一模一样。这位公子，看您沉思良久，可是这归云醉的味道不合口。方才在下品出这酒中清冽非常，酿法极具巧思。敢问沈老板，这酒方从何而来？此乃家传酒方，只可惜我父早早去世，我虽守住了这方子，却也无从得知家父当年是从何处习得这酿酒之法了。竟有此事，是在下唐突，提及沈老板伤心事，还望见谅。公子客气了，二位请慢用，小女子先行告退。相爷，这酒真有这么难寻，值得您如此伤心？这味道，本相找了10年。也对，想当初那个穷苦书生，就是因为在京城承上了这归云醉，您这才给了他几分薄面，让他成了府上的门生。本相觉得，这一趟青州之行，说不定真能找到当年那位恩人。陆振廷，你这车是怎么赶的？想把本官的骨头颠散架吗？大人息怒，这破路实在不平，前头进了城就好了，小人一定加倍小心。沈若兰，都是因为你，堂堂宰相门生沦落到给人赶马受这等窝囊气。到了青州，我要你100倍偿还。王老板说了，只要今天把这归云楼的招牌砸了，那50两银子
就是咱们兄弟的了。老板娘呢？滚出来！这给老子喝的是什么东西？一股子泔水味儿。还有这菜，肉都发黑了，分明是臭的。你们归云楼想毒死老子全家是不是？两位，本店食材皆是清晨现采，酒也是新开坛的。说酒菜不新鲜，总要讲个证据。相爷，有人闹事。不急，你看那沈老板眼底毫无惧色，本相倒想看看他如何自证清白。证据？老子这肚子现在就疼得厉害，这就是证据。今天不赔个100两医药费，老子就拆了你这黑店。既然两位非说这菜有毒不新鲜，那也简单，真相如何，试一试便知。是？怎么是？难道你想让老子吃这地上的垃圾菜？李叔，去把大黄牵出来。狗没事不代表老子肚子不疼，你这小娘们存心找茬，老子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不可。哎呦呦！刚才还哼得不行，怎么这会儿给老板娘行起跪礼了？看来是亏心事做多了，腿软了吧？算你狠！走！哎，你们还没给钱呢！沈老板感谢公子出手相助，这2瓶极品归云醉送给公子品鉴，分文不傻。替我谢过沈老板。好嘞，您慢用。酒中有敖父，人有玲珑心。他道真向着归云醉，初尝清冽，咽下后才觉喉头滚烫，余韵悠长。唉，这归云楼开张后，咱们这儿连耗子都不来了。今天拢共才卖了3桌。谁让人家沈老板不仅菜做得好，那酒酿的更是没话说。那姓沈的寡妇，若不是仗着模样好，勾搭出手阔绰的公子哥，能有今天？哦，这沈老板当真如此绝色，到底是什么来头？大人要是见了，保管忘不了。那女人来历不明，只说是江城那边来的，好像叫什么沈若兰。沈若兰，好你个贱人！原来是为了跟奸夫双宿双飞，才对我痛下杀手。结账。裴公子，那马夫老刘头的去向，就拜托您查探一二了。裴某定当鼎力相助。今日能与沈老板共论酒道，受益为浅。来日定当再登门，专程讨教酒艺。若兰随时恭候。沈若兰，这就是你养在外头的野男人。好一对奸夫淫妇，君子报仇10年不晚。沈若兰，你们的好日子没几天了。李叔，明天的品鉴会，请柬都发给青州的商贾名流了吧？绝不能出什么岔子。大小姐，都安排妥当了。掌柜的，昨天咱后院又丢东西了。丢了什么？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就是几张废纸，几个用过的空酒坛。王老板眼看着咱们要在青州立足，这是坐不住了。这老狐狸，不会是想在明天的大会上捣乱吧？既然他这么想要，那我今晚就亲自送他一份大礼。都听好了，今晚你们前进后院，不管用什么法子，必须把归云醉的酿酒秘方给我抽出来。老板放心，
咱们兄弟手脚灵巧得很。明天等归云楼的品鉴会开席，全城名流都在，我要当众指控他沈若兰是偷了我万福楼的方子，看他还有什么脸面在青州立足。多谢诸位赏光，此酒乃若兰倾心所酿，请诸位品鉴。好香！老夫纵横商海数十年，从未闻过如此层次丰富的酒香，入口绵柔，回味却有凛冽之气，妙哉！果然是好酒。这青州第一贡酒的名号，怕是非你莫属了。好一个倾心所酿！沈若兰，你这女人的脸皮真是比城墙还要厚啊！王老板，今日是我归云楼的大喜日子，你若想喝酒，我自当欢迎；若是想捣乱，怕是走错了地方。喝酒？我是来揭穿你这个小偷的真面目的！诸位，这所谓的归云醉，根本就是我万福楼祖传100年的秘方。你这贱人，拿我万福楼的东西来博名声，你还要脸吗？什么？这酒竟然是偷来的！怪不得一个女子能酿出此等神仙水，原来是手脚不干净啊！既然有此神方，为何王老板先前不用，非要等到我归云楼开业才拿出来？哼，那是因为其中几味药材极其难寻，老夫最近才凑齐。废话少说，方子就在这儿，你赖不掉。既然药材凑齐了，想必王老板今日带来的酒，就是按这秘方酿出的正宗归云醉了。那是自然，味道绝对分毫不差。好，诸位都在，不如现场一试。若味道当真一样，我沈若兰今日便关了这归云楼，自首入关。但若味道不对，王老板，你又该当何罪？笑话！我自己的方子还能酿错？倒酒！诸位尝尝，这才是真正的归云秘酿。王老板，你这是什么酒？一股子馊臭气！这酒辣嗓子如火烧，余味苦涩难除。你是想毒死我们吗？不可能！我是按照方子上一丝不差的酿出来的，怎么会？既是祖传的方子，王老板怎会连酿出什么酒都不知道？莫不是这方子是你刚从哪儿谋来的吧？王老板，这份大礼，你可得接吻了。嘿，沈老板这招请君入瓮玩的真绝。他送给王老板的方子改了龙骨的炮制方法，酿出来的酒必定是难喝至极。你早有准备，故意玩我！沈若兰，你可还认得我？陆振廷，你还真是阴魂不散。这位乃是当朝宰相裴大人座下的头号亲信李琦李大人。本官随相爷巡视地方，竟听闻陆府出了如此荒唐之事。陆公子乃相爷门生，前途无量，竟差点死在你这毒妇手中。大人，此事并非如他所述。陆公子乃是相爷悉心栽培的栋梁之才，你这毒妇杀夫夺产，罪不容恕。今日即便本官在此将你正法，也是替天行道。
猪竟敢顶着我的名字干这种强盗勾当，我这就下去劈了他，把他的舌头拔出来。爷，沈老板拜托的案子有眉目了。栋梁之才，陆振廷，一个骗妻骗财的窝囊废，什么时候也成了栋梁之才了？放肆！本官说话，岂容你一个小小女子随意智慧？你毒杀亲夫在先，私逃青州，侵占陆家家产在后，桩桩件件，铁证如山。诸位瞧瞧，这女人在青州装出一副贞洁贤淑、商界才女的样子，其实内里是个蛇蝎心肠的杀人犯。这归云楼的每一块砖，可都是用我陆家的血汗钱盖起来的。原来如此，怪不得归云楼起家如此之快。毒杀亲夫，这可是杀头的死罪啊！大人，我家掌柜的绝不是这种人，一定是误会。滚开！大人办案，哪轮得到你个老奴才插嘴？既是相府派出的官员要拿人，可有青州知府的通文，或是刑部的公文？本官替相爷办差，何须向地方衙门报备？李大人，你说我毒杀亲夫，可陆振廷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吗？你说我多产，可我沈若兰在这青州的一分一毫，皆是自己双手所赚，何来多产？您无凭无据，便要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拿人，这事儿若传出青州，坏的恐怕不只是您的名声，更是宰相大人的清虚吧。爷，老刘头找到了，当年沈家的马车确实被人做了手脚，沈万山夫妇死于非命。沈万山，万山。喝口酒暖暖，我家酿的酒最能救命了。沈若兰，沈老板，原来我一直在找的恩人就离我咫尺。拿奸嘴精，竟敢拿相爷的名讳来压本官！来人，此女涉及命案，且言语大逆，给本生拿下，扭送大牢，严加审问。李琦，属下在。随我去把那些脏手都给卸了。住手！哟，我还以为是谁呢！沈若兰，你那没用的奸夫终于露面了！你在胡说什么？躲在上面当了这么久的缩头乌龟，我还以为你吓尿裤子了呢！伤风败俗，简直有辱斯文。既然奸夫也出来了，正好，本官今日就替相爷做主，把这对狗男女一起锁了，进猪笼。对，李大人英明，来人啊！先把这小白脸的腿打折！太公子当心！沈若兰，别怕，有我。反了，反了！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当众行凶！李大人，你快让人杀了他！杀了他！大胆狂徒！本官乃宰培和亲信李琦，谁给你的胆子冲撞本官？你叫李琦，那老子是谁？李局，李大人，陪相爷饶命！大人，您这是怎么了？什么相爷？这不就是个小白脸？你个蠢货，给老子闭嘴！这是当朝裴丞相，你要死别拉着我垫背！他竟然是宰相，那个冷血宰相裴恒。爷，我当是谁胆子这么大？原来是数日前在相府马厩养死良驹，被乱棍打出去的那个马夫李大人。哼！什么？他怎么可能是马夫？我分明听见宰相府的人叫他大人。大人，仁义的人，
此人惯会用名字占人一个口头便宜。一个马夫也敢披上官袍在青州招摇撞骗，谁给你的胆子？相爷，是陆振廷，是他找上小人，说只要帮他抓了法器，就给小人1000两银子远走高飞，都是他指使的。李琦，假冒朝廷命官，按律当如何？回爷的话，当众鞭期50，流放边疆，永世不得入关。相爷，弟子陆振廷是被这恶徒欺骗了，弟子是真心仰慕相爷啊！你这副摇尾乞怜的样子，也配自称是我的门生？相爷，您听我说，这沈若兰，她根本不是什么贤良之辈，她是条美女蛇呀！她为了独占沈家家产，竟然火葬了我！我命大从火场逃生，她便丧心病狂地打断了亲生儿子的腿，就为了骗取同情，连我那老迈的母亲也被她气得瘫痪在床，至今神志不清。他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开酒楼，抛头露面，不知在那雅间里跟多少野男人有过首尾，靠着卖弄皮肉才换来这归云楼的生意。陆振廷，你当着宰相的面也敢撒谎，就不怕遭报应吗？相爷，您看他终于露出本性了，这种残花败柳哪里配得上您？您千万别被他这副皮相给骗了，他骨子里就是个淫荡的。你为何会认为本相会信一个畜生的泼脏事？相爷，你何必为了这种人？沈老板，你可还记得幼时青州大雪封路，你曾在雪堆里用这只酒囊装了一口热酒，救过一个快要冻死的少年。那个少年是你？陆振廷，你竖起你的狗耳朵听好，你口中这个心思恶毒的女人，是本相寻了10几载年，放在心尖上敬着的救命恩人。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说她脏？陆振廷，你真以为凭你这肚子里几滴墨水能入得了相府的门？若不是数年前你拿着一坛说是你苦心钻研的美酒进献入京，相爷是念及那酒的味道，才破例给了你一个门生名额。原来那归云醉根本就是沈掌柜的家传秘方，是你厚颜无耻，偷了发妻的心血去邀赏。不是的，相爷，弟子那是夫妻共有，怎么能算偷呢？沈老板，此人窃你心血，毁你名声，本相将他交给你，你想如何处置？既然他引以为傲的身份都是偷来的，那就请相爷悉数收回。他这样的人，让他看着自己从云端跌进泥潭，比杀了他更让他痛苦。王老板，这归云楼的戏还没唱完呢，您这是急着去哪儿啊？相爷饶命！相爷饶命！相爷命！相爷饶命！小人是有眼不识泰山，小人也觉得陈掌柜德才兼备呀。哦，受人蒙蔽。本相怎么听闻王老板似乎诬陷沈掌柜偷了秘方，还想强买这归云楼，让沈掌柜去你府上做个洗脚婢。李琦，查一下王家的底子。回相爷的话，王家能在青州站稳，靠的是买卖官粮。据属下所知，王家为了克扣利润，往今年的官粮里掺了30%美米，利欲熏心，草菅人命。王家在青州的所有生意即刻封禁，传信给行省官员，王氏一族3代不得入仕，所有家产充公。沈老板，
民女沈氏，谢相爷救命之恩，谢相爷还民女清白。你我之间何须如此？难道这一身官袍，就把那个陪你守柜台、为你挡风雨的裴公子杀死了吗？你是当朝宰相，民女不过是一介弃妇，能得相爷庇护已是万幸，怎敢再有他想？你是救过我命的人，你想如何，我都依你。相爷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了？陆振纯的案子已经定了，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相爷，陆振廷侵占家产、谋害于我，这些罪名够他死100回了。但我爹娘当年那场马车失事，我始终觉得蹊跷。那2匹马是家里养了10几年的老马，性子最温顺不过，怎会突然发狂？你怀疑那不是意外？出事那日，赶车的马夫老刘头说自己中途下车解手，躲过一劫。可事后不到3天，他就带着家小离开了青州，再也没回来过。相爷在青州还要停留些时日吧？民女斗胆，想求相爷一件事。你说。求相爷帮我查一查当年那桩案子，若能问出真相，民女纵是粉身碎骨，也要还我爹娘一个公道。这件事我应下了。若兰，相爷，时辰不早了，您明日还要处理公务，民女送您出去。相爷慢走。相爷，找到了，这是10年前城西黑市的私账，里头有一笔记录。应新年冬至前3日，陆姓客购风马散2钱。风马散专使牲畜狂躁不安。冬至那日，沈家马车坠崖。相爷的意思是，沈家老爷夫人的死根本不是意外。去查那个马夫老刘头，我要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你们是什么人？老头，10年前沈家马车坠崖那桩案子，你是不是以为没人会再追究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匹马的草料里是谁下的风马散？陆振廷给了你多少银子封口？带走，相爷说了要活的。老刘头，本相给你一次机会，当年的事从头说起。相爷饶命，都是陆振廷逼我的。他说只要我在草料里下药，事后给我50两银子，让我带着家人远走高飞。这些话，你可敢在公堂上再说一遍？敢，小人敢，只求相爷饶小人一条贱命。话音，明日公堂之上，你若敢改口，本相有100种法子让你生不如死。听说了吗？相爷把当年沈家的那个老马夫给抓回来了。那可不得了了，听说人都画押了。马车坠崖，原来是陆振腾下的手，这回他可是死定了。杀岳父岳母谋家产，这种罪名，怕是要凌迟。沈若兰，我陆振恒就是死，也要拉个垫背的。来人啊，我难受。好什么好？明儿还要押你过堂呢，给我老实点。查大哥，我有话跟您说，我藏了一笔银子，就在归云楼后院的老槐树下。你说什么？您过来，我说给您一个人听。
沈若兰，等着我。证据已经齐全，陆振廷不仅谋财害妻，更是10年前害死沈家二老的真凶。相爷，明日便可开堂公审。这件事，我得亲口告诉若兰，她整整等了10几年。贝马，我现在就去归云楼。是。相爷，大事不好！大牢传来消息，陆振廷越狱了。什么时候的事？约莫半个时辰前，狱卒被人用药放倒，陆振廷不知所踪。属下查过，他还顺走了一壶桐油。陆振廷此人狠毒之极，若要报复，第一个目标必然是归云楼。李琦，带人去归云楼，快！是。若兰，若兰，你千万不能有事。李叔，是你吗？陆振廷，你怎么会在这里？沈若兰，我陆振廷就是做鬼，也要先送你下黄泉。你陪我一起下地狱吧！若兰，别怕，我在。救火！快，把陆振廷绑了！小姐，你没事吧？老奴回来晚了。李叔，我没事。裴公子，若兰，我险些就失去你。相爷，纵火犯陆振廷已经擒获，现已押回大牢，加派了10倍人手看守。好，这一次我要他生不如死。喝了，驱寒。若兰，有一件事，本想明日再告诉你，但你有权现在就知道。相爷，请说。你托我查的案子已经有结果了。当年你爹娘的马车失事，并非意外。马叔老刘头已被我的人抓获归案，他亲口招认，是陆振廷买通了他，在马的草料里下了风马散。你说什么？是陆振廷？他早就觊觎沈家家产，你爹娘是他谋财的绊脚石。是我害死了爹娘。若兰，这不是你的错。是我当初瞎了眼，觉得他老实可靠，亲手把他迎进了沈家的门。若不是我引狼入室，爹娘怎会死在那个畜生手里？我对不起爹，对不起娘，我不配做沈家的女儿。若兰，看着我。陆振廷是豺狼，他处心积虑设下圈套，你爹娘看不透，你也看不透，这不是你的错。跪下！堂下所跪何人？相爷贵人多忘事，不认得我陆振廷了。陆振廷，你可知今日所审何案？无非是侵占家产、陷害发妻那些事。相爷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你以为本相今日只审这些？带证人。老刘头，你怎么会？陆老爷，老刘头，把当年的事当着众人的面再说一遍。当前是陆振廷让小人在老爷夫人出门那日，往马的草料里下风马散，
小人找错了，那2匹马发了狂，马车冲下了断崖，沈老爷和夫人当场就没了。畜生，连沈家夫妇那么好的人都杀，千刀万剐都便宜他了。这是城西黑市的私账，上面清清楚楚记着：正乙年冬至前3日，陆姓客购风马伞2000。陆振廷，你还有何话说？你从哪里找到的？本相要找的东西，天涯海角也逃不掉。人证物证俱在，陆振廷，你可认罪？你笑什么？我笑沈若兰，笑她蠢。沈若兰，可你好好听听你爹娘是怎么死的。你亲手把我迎进沈家大门，我在你眼皮子底下杀了你爹娘，夺了你家产，还让你给我当了10几年的牛马，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是爷爷伺候的那个人，就是杀你爹娘的凶手。沈若兰，你蠢不蠢？你可笑不可笑？放肆！裴恒，别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你不过是看上了沈若兰那张脸，才替她出头罢了。堂堂当朝宰相，为了一个弃妇大动干戈，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本相做事不需要向你解释。陆振廷，你认不认罪？认，我认罪。反正都是个死，还有什么不认的？沈家老两口是我杀的，家产是我谋的，沈如兰那条贱命本来也该是我的，只可惜功亏一篑。陆振廷，你谋杀沈家夫妇，侵吞家产，虐待发妻，越狱放火，罪行累累，证据确凿，罪无可恕。本相今日以大良律判你斩立决，3日后5时菜市口行刑。沈若兰，你等着，你等着，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罪犯陆振廷谋杀岳父岳母，侵吞家产，越狱纵火，罪大恶极，判处斩立决。杀得好，恶有恶报。 5时3刻一到，行刑！不要，不要！相爷怎么来了？陆振廷已经伏法了。我听说了，多谢相爷。若兰，圣上有旨，召我即刻回京。我今日便要启程了。相爷一路平安。若兰，我朝中大事要紧，民女就不远送了。这坛珍品归云醉是我新酿的，送给相爷路上解乏。相爷，时辰不早了。 若兰，等我。掌柜的，3号桌要的花雕来了。去吧。听说。 那位裴相爷已经回京了。是啊，可惜了，我还想尝尝他夸过的那坛珍品归云醉呢。掌柜的，对不起。没事，收拾了就好。小姐，夜深了。 喝碗汤暖暖身子。小姐，老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李叔，请说。裴相爷待小姐的心意，老奴这双老眼看得清清楚楚。小姐为何要推开他？李叔，他是当朝宰相，我是什么？一个开酒楼的商户女，还是个和离过的弃妇，我如何配得上他？小姐，这世上哪有什么配不配？ 裴相爷若是在意这些，又怎会3番2次为小姐出头？
你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老奴斗胆说一句，小姐，老奴跟了沈家30年，看着小姐从小长大，老爷夫人若是在天有灵，定不愿看小姐孤苦一生。裴相爷是难得的好人，小姐莫要错过了眼前人，将来后悔都来不及。眼前人。沈若兰，别怕，有我。若兰，我险些就失去你。若兰，我朝中大事要紧，民女就不远送了。你是当朝宰相，民女不过是一介弃妇，能得相爷庇护已是万幸，怎敢再有他想？你是救过我命的人，你想如何，我都依你。李叔，我想明白了。小姐，我沈若兰从不信你，既然身份配不上他，那我就闯出一个配得上的身份来。李叔，我要把归云楼开到京城去。沈掌柜，这归云楼可是青州的老字号，你当真舍得卖？舍得。那这酿酒的方子？方子不卖，我只卖这楼和这块地。成交，300两银票，你点点。小姐，老爷夫人留下的基业。李叔，归云楼不在这几间屋子里，在我心里。只要方子还在，到哪里都能重新开起来。小姐，东西都装好了。走吧，爹娘，女儿走了，等女儿在京城闯出名堂，再回来看你们。小姐，这天怕是要下雨了。再走一程，前面应该有个驿站，到那里歇脚。小姐，酒没醉就好。小姐，您的手。你说，这点苦算什么？比起前面的路，这才刚刚开始。沈姑娘，这间铺子地段好，就在朱雀大街拐角，人来人往的。租金多少？不贵不贵，1个月8两银子。8两？这破地方也敢要8两？老人家，这可是京城，寸土寸金。你要是嫌贵，城外倒是有便宜的，就是没人气儿。先租3个月。小姐。李叔，万事开头难，先把招牌立起来，其他的慢慢来。小姐，咱们来京城快2个月了，银子花的差不多了，这酒要是卖不出去……李叔，酒香不怕巷子深，咱们的酒是好酒，总会有人识货的。这是新开的酒楼？客官里边请。本店新开，珍品归云醉，买1送1。那就来一壶尝尝。好酒，这酒入口绵柔，回味甘甜，比城里那些老字号强多了。掌柜的，这酒怎么卖？我要带2坛回去。多谢客官赏识。老爷、夫人，你们看到了吗？小姐把归云楼开到京城来了。再等等我。掌柜的，5号桌的客人点名要那坛10年陈酿。那坛酒只剩最后1坛，告诉客人今日售罄，
明日请早。看见没？那位是宫里御膳房的王公公，他怎么来这种小地方了？你就是这京城归云楼新制的掌柜？正是民女，不知公种有何贵干？最近京城都在传说你这京城归云楼新制的珍品归云醉乃是一绝，连翰林院的几位大人都赞不绝口。咱家特地来瞧瞧，是不是真有那么神？公公谬赞了，民女的酒好不好，公公尝过便知。好酒，这酒有资格进宫。沈掌柜，你且等着，咱家回宫禀报圣上，若圣上有兴致，自会召见你。小姐，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若是咱们的酒能进宫，那京城归云楼新址可就真的出头了。是啊，出头了。小姐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你说，我来京城，不只是为了京城归云楼新址，再进就再进一步了。沈掌柜，待会儿见了圣上，切记不可失仪。圣上问什么，你便答什么，不可多言。多谢公公提点。启禀圣上，京城归云楼新址掌柜沈若兰带到。选。民女沈若兰叩见圣上，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朕听闻你这京城归云楼新址的珍品归云醉在京城颇有名气，连翰林院那几个老学丹都夸得天花乱坠。朕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好酒。此乃民女亲手酿制的10年陈酿珍品归云醉，请圣上品鉴。好酒，回味悠长，确是难得的佳酿。你一个女子是如何酿出这等好酒的？回圣上，这酿酒的方子是民女祖传的手艺，民女自幼便跟随父母学习酿酒之道。难得，你叫沈若兰，青州人士？是。朕记得前些日子裴青常常念着一个姓沈的青州女子。民女不知圣上所言为何。沈若兰，朕决定封你这珍品归云醉为御酒，关供宫中御用。相爷，宫里传来消息，圣上昨日召见了京城归云楼新址的掌柜，还封了他正六品私用女官。你说什么？京城归云楼新址？正是。若兰，她来京城了？属下打听过了，她3个月前便到了京城，在朱雀大街开了间京城归云楼新处，如今生意红火得很。这个傻姑娘。是裴相爷，裴相爷怎么来这种地方了？若兰，好久不见。相爷，民女有礼了。还叫我相爷？那裴公子，为何不告诉我你要来京城？我想靠自己的本事站到能与相爷并肩的位置。傻瓜，在我眼里，你从来都配得上。可我不想做攀附权贵的女子，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沈若兰能走到今天，靠的是自己。若兰，你知道吗？这3个月，我每日都在想你。母亲，这位便是儿子要娶的人，沈若兰。若兰，见过老夫人。好孩子，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恒儿从青州回来后，日日魂不守舍，我便知道他心里装着人了。是啊，恒弟这些日子心不在焉的，
皇上都问了好几回呢。母亲、阿姐，你们就别取笑我了。若兰，你可知道嫁入裴家意味着什么？若兰知道，裴家乃是当朝重臣之家。若兰虽出身商户，却也明白礼数。若兰愿意学，愿意改。孩子，我不是要你改，我只是想告诉你，恒儿身为当朝宰相，肩上担子重，将来你嫁给他，怕是要受不少委屈。老夫人，若兰这些年吃过的苦，受过的罪，早已数不清了。只要能和相爷在一起，再多的委屈，若兰都不怕。好孩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镯子是恒儿祖母传下来的，如今我把它交给你，从今往后，你便是裴家的儿媳了。若兰，叩谢母亲。我还以为老夫人会不喜欢我。母亲最看重的是人品，不是出身。她早就说过，只要我喜欢的人，她都喜欢。裴恒，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一切像做梦一样。不是梦，若兰，从今往后，我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裴恒为国尽忠，政绩卓著，今特许其迎娶思江女官沈若兰为妻，钦此。圣上圣明。陈裴恒，叩谢圣恩。裴爱卿，朕可是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丫头弄进宫当女官的，你可得好好待人家。臣定不负圣上厚望，不负若兰。好，朕赐你3日假期，好好操办婚事。这身假衣分外衬你。是人衬衣服还是衣服衬人？这满楼喜色，不及你一身红妆。若无你，世间百般颜色，与我不过过眼云烟。老爷在世的时候常说，沈家的女儿要喝最美的酒，嫁最好的人。大小姐，您都做到了。